在马来西亚生活啦，没有像你们这样子的好哥嘛。我这一整set早餐呢，今天是用了，所以可以直接反映现阶段经济饭的价格到底是在什么价位。在新加坡吃这种生熟蛋哦，是配黑姜青的。让我们来做一个结尾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总共是用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，我是杰克。所以这一期影片是什么呢？正如标题所见，因为昨天其实有发现到邮费又起了。其实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，间中都有一直看到新闻讲哦什么起价之类的，好像面包又起价，过后就是猪肉啊、罐头啊，很多东西都起价就对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一节影片我就想让大家来看一看，我一整天如果我不要在家煮啦，我去外面打包我的3餐，它的价钱会在什么价位？让我们看一下我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是什么价钱。然后我会去到新加坡，在那边待一天，一样的就是让你们看一下那边的早餐、午餐跟晚餐又是介于什么价位呢？我自己也是可以看一下，我回来了马来西亚一段时间过后，在那里的食物有没有起价嘞？话不多说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20分，我要去买早餐了。OK， 所以新加坡朋友，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哦，我们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生活啦，没有像你们这样子的好哥嘛，所以我们都会来好像类似这样子的咖啡店吃早餐啊，或者是打包午餐之类的。所以现在我要去这个地方打包，就是这边的。我回来了 OK， 说我已经买回来了。我先让你们看一下我买了什么早餐。这个是经济面，等一下打开给你们看。还有面包 set， 里面有2颗鸡蛋、1包德西、1片面包，耶！这个就是早餐啊，我刚才去买回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买了1包面 ，OK， 它的 portion 哦是一个手掌大一点点啦。然后呢，有德西1整杯的，2颗鸡蛋，还有面包。重点来了，这样子一餐大概是多少钱呢？助理猜一下，猜多少钱？这包面先，这个面，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经济面，所以助理猜是块半钱，答案是2块钱，2块马币。还有这个面包套餐，你猜多少钱？5块半啊！这是我们太天真了，它是没有一整 set 的嘞。我去到那间哦，他是跟我讲，他一个一个这样子分开来卖的，是那间没有嘞，还是全部都是这样？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你们是马来西亚观众的话，你们通常吃的早餐 set 啦，就是面包、2个鸡蛋跟1杯茶，大概是多少钱？可能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可是我现在让你们知道一下，我买的这整 set 是多少钱 ？OK， 单单是面包哦，就已经是快6钱了。这样子一片，2片面包里面有什么？说这个是 Gaya Butter Set， 然后这杯茶，他跟我讲2块4啊，2块4，然后快6钱。还有这个鸡蛋哦，1粒块半。块半就3块钱了，说3块钱加块6再加2块4的话就是7块钱。总之我要跟你们讲的是，我这一整 set 早餐呢，今天是用了9块钱马币。可能我觉得有一些观众他们就已经会开始心里要 convert 了啦，就是拿新币来 convert， 可是我们不要这样 convert，OK？ 学习新技能，这个 Photoshop 哦，讲真的不简单啊。下午的12点40分，好，所以现在呢要去打包午餐。如果你是住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观众的话，你肯定知道我们早上有经济米粉跟经济面嘛。可是呢，我们到了下午跟晚上的时候，一样的有所谓的经济饭。至于如果你是外国的观众的话，就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什么叫做经济饭。经济饭呢，就是有很多菜色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白饭，我们可以打包回去当做是午餐或者是晚餐。可是最近盛传，就是有从很多社交媒体看到啦，我们的经济饭不再经济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午餐经济饭到底是多少钱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来到了一家连锁咖啡店。这家连锁咖啡店呢，绝对是新开的，所以可以直接反映现阶段经济饭的价格到底是在什么价位。对啦，这边就是经济饭的档口，那有很多的菜色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让你们来看一看我打包的杂菜饭，就是经济饭啦，到底它的 portion 大还是不大？嚓啦！
这个 portion 看上去是足够一个大人吃的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经济饭的菜色有羊角豆、咕噜肉，还有鸡蛋。OK， 这个鸡蛋应该是洋葱蛋或者是番茄蛋啊，就是很 normal 的一个菜色，一肉一菜还有一蛋哦。OK， 所以为什么我要叫这3样菜呢？因为这些菜色都是很普遍的，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一定找得到。所以现在我就让你们来看一下这个价钱到底是多少。来喽，嚓哒，总共是7块半马币。这个价格哦，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小贵啦，因为其实之前我买榨菜饭哦，它的价位都是低于5块钱的，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其实我也没有很老，就是对他们来讲，可能7块半是一个很 normal 的价钱，但是对于曾经我们有试过一盘榨菜饭这样子的菜色哦，才3块半的人来讲，是有一点小贵的。所以呢，当我去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一看，在那边的榨菜饭，就是所谓的经济饭，到底会是多少钱。又到了晚餐时间啦，所以晚餐要吃什么呢？嚓哒！是的，晚餐我决定来打包麦当劳。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观众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麦当劳？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，我也是蛮常吃麦当劳的啦，就是1个礼拜可能会有1次哦。然后当我回到马来西亚过后，在我去买麦当劳的时候，其实那种感觉是有差别的。至于是什么感觉呢？你们可能可以看到最后，当我去新加坡买了麦当劳过后，你们看了那个价钱，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所讲的差别在哪里了。现在先去打包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它价钱到底是在什么价位。这个是马来西亚的麦当劳的价位，一份 McChicken 是9块3毛4啊，然后加了 tax 那些全部是9块9马币。OK，so 买到了。嚓哒！这个就是9块9马币的 McChicken set， 有一个 McChicken， 然后1包薯条，还有一个 normal size 的 Coca-Cola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一整天3餐，总共用了多少钱？早餐呢就是用了马币9块钱，午餐呢就用了马币7块半，而晚餐呢我们是用了9块9马币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用了26块4毛马币。然后明天我就会去新加坡，让你们看一看，如果我在新加坡生活一整天，一天3餐需要用到多少钱。明天新加坡见。早安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我人已经在新加坡啦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找 Hawker Center 来买早餐。OK，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以外的观众，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其实在新加坡 Hawker Center 是可以最直接反映得出平民老百姓在那边用餐的价格。哇啦，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走到哪里去了因为这里是马西令，其实我没有很熟啦，所以我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嘞？我觉得我要看一下地图先，真的是不熟这边。其实我人现在是在这里啦，大排149，然后它的商业中心应该是在这一 side 的，因为在这一 side 我有看到 Hawker Center， 所以现在我就要从这边来到这边。Hawker Center 在新加坡主屋区周围普遍上都非常容易的可以找得到，所以它的价格不管怎样都会比 Shopping Center 来的便宜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前往 Hawker Center， 让你看一下那边的价格，一份早餐到底会多少钱。马来西亚的天桥几时才会有这种电动扶梯的？ OK， 找到了这个就是熟食中心了，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吃。我看到这边有早餐 set， 好吧，就直接在这边 order 了。好，set 我已经买到了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的 portion 有多大。OK， 这个就是鸡蛋面包 set 啦，有一片面包也是切成2片的，还有这个也是得西鸡蛋2粒。现在呢，就让你们来看一下它的价钱是多少，一样的价钱是多少。首先是这杯得西 ，OK， 得西总共是快4000新币。And then 面包呢，面包其实它是算这样子是2片啦，一片总共是7毛钱，所以是7毛加7毛。至于鸡蛋呢，鸡蛋是蛮大粒的啦，鸡蛋也是7毛钱，它也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呢加起来总共是4块2新币。你们觉得 OK 吗？下面留言。重点是各位观众朋友，在新加坡吃这种生熟蛋是配黑姜青的，可是有一些 coffee store 它还是会提供姜青的啦。各位马来西亚的观众，如果你们不懂的话，这边就是邻里祖屋楼下的场景啊。通常下面也是会有很多 store 卖东西的。
主屋楼下就是店屋了，因为新加坡地不多嘛，所以大家都要善于利用空间。Oh my goodness， 观众朋友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健忘了哎。我昨天好像打包一包面对吗？我真的完全忘记掉哎。But anyway， 刚经过的时候我已经买了一包面了。收下来让你们看一下它的 portion 有多大，还有多少钱。这个呢就是那个面的 portion， 明显是蛮多的啦，也是一个手掌哦，可是一个手掌大很多，跟昨天比起来。收这包面呢，总共是多少钱？这包面总共是花了我1块3毛新币，所以刚刚早餐是4块2，再加现在的1块3，我的早餐总共是花了5块半 ，OK。所以昨天的早餐在马来西亚花了9块马币，今天在新加坡花了5块半新币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啦。前面有一间咖啡店，我要选的是这一档。刚刚那边的那个是窄的，这里是有肉的，就在那边打包，可是很长龙哦。一如往常，天气还是那么的炎热。刚才那个 store 里面有太多人了，然后我也找不到位置坐，所以就来到 HDB 楼下。有座椅的地方 ，OK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打包了什么东西，还有总共是多少钱。嚓啦，是的，一样的有咕噜肉、一个菜跟一个蛋，这3样东西呢加起来，你们猜多少钱？这一包有1肉、1菜跟1蛋的经济饭，对一个普通食量成人来讲是绝对足够的。然而它只需要3块钱新币，所以跟昨天在马来西亚对比起来。你们觉得经济饭在马来西亚便宜还是在新加坡便宜呢？千万不要拿currency来做兑换，你们必须拿那边所赚到的薪水跟那边的消费来做一个比较，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看到那边的消费成本、生活成本是多高。好，最后一样呢，我要 show 给你们看的就是 McDonald's 啦。我不要等到晚上才吃啊，因为我现在就想回去哦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啦，所以 McChicken Meal 是5块新币 ，Next 全部星星include 在里面的就是5块钱啊。所以我让你们来看一下这边的 McDonald's 里面有什么。其实它是跟在马来西亚一样的啦，就是有薯条，还有一杯水跟一个面包。可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不一样是什么东西耶？就是如果我在新加坡生活的话，我去买一份McDonald's只需要5块钱而已，对我来讲是一份很便宜的食物。可是当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它的价钱是介于2位数的，就是快10块口一份最便宜了啦。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样感觉啊？有的话在下面让我知道。好，首先呢，让我们来做一个结尾。早餐呢，我们总共是用了5块半，然后午餐是用了3块。再加上刚刚在买McDonald's的时候用了5块钱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总共是用了13块半而已，跟昨天比起来，整整是差了一半。所以呢，你们觉得，如果你们是在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生活的话，哪一边会比较划算？这样子看起来，感觉上在新加坡生活的话是会比较便宜的啦，I mean 生活成本。可是你们要想一下啊，他们这里的物价 ，OK， 你们看到这些 HDB。这是非常的贵的，有1好没有2好哦。相反的，在马来西亚生活，我们买房子啊，或者是租房子，相对的都会比这里便宜非常的多。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可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惑，大家都在讲生活成本上涨、物价上涨，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听到有人讲薪水会上涨？有没有同感？虽然我现在不算是受薪人士，我算是自雇人士啊，但是曾经身为受薪人士的我，也一直在期盼薪水有一天会突然间暴增。可是这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因为 increment normally 都是在3%而已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是老板的话，可以解答一下吗？为什么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呢？其实我也不懂有没有老板会看到我影片啊。那么有人肯定会问啦，难道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完全都没有升过吗？其实是有的。就好像之前我买一包米粉，我刚来那边做工的时候啦，其实是低于1块钱就几毛钱就买得到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你买的话都要超过1块多钱了。但是它没有像马来西亚这样子一下子那个成本飙升到那么快那么高。OK， 没有车，Let's go。一边走一边拍影片，还是要注意安全的。OK，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就是依我个人的浅见啊 ，OK， 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可以花得起的地方。如果吃不起贵的，then就是粗茶淡饭哦，也是一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吃得起的话，马上去吃咯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总之就是不要自己没有能力，但是却一昧去盲目的追求奢华的生活，这样子的话，辛苦的是谁？辛苦的话是自己而已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其实我也不问我走到哪里去啊，我应该是要前往 MRT 的方向走的，可是因为我一直在拍影片，
讲，我就讲到不懂在哪里了。好啦，一样的，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。如果觉得可能会有帮到别人的话，你们可能可以分享出去。还有，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当我有新影片的时候，你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好啦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